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们有没有想过，鹦鹉的智力和它们在野外的觅食习惯，会对它们在家里的生活质量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看看如何改善鹦鹉的生活质量，避免它们在圈养的环境中出现不良的行为问题。是这样的，我今天看了一篇关于鹦鹉的数据研究。这份数据是来自布里斯托大学的布里斯托兽医学院野生动物倡议研究院艾玛梅勒医师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相关资料我会放在评论栏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原文原数据。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了智力水平较高的鹦鹉，比如灰鹦鹉、亚马逊鹦鹉等中大型鹦鹉，在圈养环境中更容易出现心理和生理问题，这正是因为它们的高智力。这些鹦鹉在圈养的环境中更容易出现一些让人头疼的问题，比如拔毛、重复性行为，甚至自我伤残。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在野外需要更复杂的觅食技巧，而在家里单调的环境无法满足它们的智力开发的一个需求。其实这和它们的大脑发育以及智力需求密切相关。简单的说，这些鹦鹉在野外需要面对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如何寻找食物，如何躲避天敌，和其他鸟类怎么样去互动等等。这些挑战对它们的智力发展至关重要。而它们被我们饲养了之后呢，天天在家里面要面对着你，甚至有时候还看不到你，所以千万不要将你的鹦鹉养成傻瓜。在野外，鹦鹉其实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食物的。有的时候寻找来的食物呢，还要经过简单的处理，这不仅是一种生存技能，更是他们保持心理健康的方式之一。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些复杂的过程全部简化，让他们每天只需要简单的从食盆中获取食物，这些鹦鹉的生活将变得多么的单调和无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给鹦鹉在更新玩具，甚至每天都要和鹦鹉进行简单的一些互动，比如说教它一些玩耍的技能，比如在鹦鹉圈里面很火的投篮啊、翻滚啊、装死啊、捡硬币等等一些简单的技能，这也是开发它们智力的一种方法。而单调的生活可能会导致它们出现一些行为问题，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拔毛，就是因为它们的大脑得不到足够的刺激，压力和无聊就会随之而来。科学家们发现，智力水平越高，就越需要复杂的觅食行为。在圈养的环境中，更容易出现福利问题。福利问题这个词儿，简单的来说，就是指鹦鹉在心理和生理上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扰和疾病。这也就意味着，如何为这些鹦鹉提供一个既能满足它们智力需求，又能模拟自然觅食过程的一个环境，是我们作为饲养者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让我们的鹦鹉过得更好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为它设计一些更复杂的喂食方式，比如我们可以使用觅食玩具，把食物藏在玩具里，或者设置一些小挑战，让它们在获得食物之前需要动脑筋去解锁玩具。其实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其实训练它们更多的技能也是开发它们大脑的一种方式。我们平时和鹦鹉互动玩具不一定要多么的复杂，但是一定要定期更换，让它们有新鲜感。这点和人类有些相似，长时间玩一种玩具的话，你也会觉得无聊。还有一点就非常重要，我在前2期视频也提到过，社交化，它们需要和人类或者是同类进行交流，学语也是一种交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我们可以从简单的口令开始。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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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改天见，拜拜。